崔杰，这是我侄子，你犯什么事情了？师伯，这个家伙昨天在穆小姐为母守灵的时候，闯入法源寺，欲行非礼轻薄之事。啊，你……他说他是穆夫人的人，是穆夫人指使他这么做的。我……事关夫人名誉，我特意把人带来，交给穆公，方便盘问。你有毛病啊你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去过法源寺啊？你怎么能干这种丧尽天良、禽兽不如的事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你？狗东西！养条狗还不咬主人呢！光耀贤侄，这狗东西交给你处置，要打要罚随便，跟穆家没关系。姑父，你觉得我怎么可能呢？我根本不可能这么做的。我跟穆小姐就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一个道理。但是，我听妹妹她说，他说什么？她说，姑姑有意要把穆小姐许配给我，然后让我去法源寺相见。如果相中了，就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。真的！不要！救命！姑姑救命！真的是我听表妹她说的。不是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老爷，你觉得我可能说出这种话吗？去把婉婷叫来。快去！婉婷，这狗东西昨天潜入法源寺，企图强暴婉琴。他说是你让他去的，是吗？我没有，表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这样说，明明是你跟我说的呀！你说姑姑有意把穆小姐许配给我，让我去法源寺见她，如果相中了，我就可以直接上了呀！你在说什么呀，爸？我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做这种事？你就是这么说的呀！你专门去金楼找我的呀！崔少爷，把人放了。穆府的大小姐，我亲表妹。走。大小姐，她怎么来这儿？那些仆人全部都是证人。若不是你告诉我的，我怎么知道萧夫人出殡？我怎么知道穆小姐守夜？我昨天确实在金楼赌场碰到了你，正好碰到你被伙计追债，所以我才帮你还了钱。表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啊？你跟我说，日本来的穆小姐抢了你的风头，让我收拾她，让我给你报仇，是不是你跟我说的？我没有，你说谎。老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就是太惯着你了，给你惯坏了，说话做事蛮横无理，口无遮拦。但他也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叨叨啊，他不可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。你说婉婷小姐指使你，还有证据？证据？还真有证据，就是那个支票，那个支票就是证据。支票？对。婉婷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你昨天管我要支票来着，说你什么一个家里有困难的同学，你要帮他还债。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你说实话呀你！爸，我昨天确实是碰到他了，可是我是看在你和我们家沾亲带故的份上，怕你多了手指丢我们穆家人的脸，所以我才帮了你，没有告诉妈妈。你这孩子！我听你好好说话，这是要出人命的，出人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好说，你说的是报仇，那是报仇。我没有说谎，
不信的话，可以叫金楼赌场的伙计来对质，我就是帮你还钱的。婉晴，这件事情是爸爸不好，考虑的不够周全，应该派人和你一起去。当然，婉婷也有问题，要不是她乱咬舌根子，也不会让这种无耻之徒钻了空子。念婉婷无心之失，她也承认了错误，就原谅她，好吗？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，我也是被那些人利用的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好不好？一切都听爸爸的。闭门思过1个月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能不能做事，不要只顾眼前，不考虑后果呀？你知道这次多危险啊！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做事情不要感情用事，什么事要跟我商量一下。只不过这回便宜了那个小贱人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来日方长，会有机会的。我没想到，穆世伯会这么轻易就接受那番解释。因为在爸爸心里，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情是婉婷做的，再纠缠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。穆世伯也真是，怎么就不会替你想一想？你也不用替我打抱不平。和当年哥哥死后，我爸爸马上就把崔姨和婉婷接回家相比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样的虎狼之家，我不放心让你一个人带着，我来想办法。进来。哎，光耀兄，我说了，你给我点时间，你别催我了。你要时间，我当然会给你。只要谭司令不怕家底耗光，我可以陪你，从长计议。光耀兄，多谢了，请坐。我来找你，也不是因为方案的事，其实是有些其他的事，想请谭司令行个方便。